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相恋3年的女友突然跟我提了分手，她递给我一辆奔驰 C 的车钥匙，又赚了20W 给我。我要和有钱人结婚了，这些就当做我对你这几年青春的补偿吧。你一个刚毕业的男大学生，拿到这些也不亏了。我有些茫然地注视着他，明明上个月他刚刚答应了我求婚，他摘下戒指甩给我，眼神冷漠得像个陌生人。我是不会嫁给一个开破面包车的男人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只能买得起碎钻戒指的男人是没办法给我幸福的。我默默捡起了戒指，把嘴边的话咽回了肚子里。他不知道的是，那枚看着普通的求婚戒指是卡地亚的限量款，而他口中的破面包车实际是上百万的阿尔法。望着他绝情离去的背影，我自嘲地笑笑，不知道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会不会后悔。女朋友在朋友圈发了婚礼请帖，未婚夫却不是我。等我顶着脑袋上绿油油的青青草原赶到婚礼现场时，一眼就看见了台上美艳动人的林雨桐。她身着华丽的礼服，妆容精致，对着旁人巧笑倩兮。雨桐，仪式要开始了，你站我旁边。粗犷的声音响起，我循声望去，不自觉地皱了皱眉头。一个身高目测只有165的肥胖男人，迈着外八字步朝林雨桐晃悠过来，油腻的头发稀疏地趴在头皮上，肥厚的嘴唇微微咧开，露出一口参差不齐、泛黄的牙齿。其实他刚才一直就在上面，只是他个子太矮又太胖，我把他当成了穿着厚重玩偶服的工作人员，没太留意。你今天好香啊！他贪婪的绿豆眼在林雨桐的身上打量着，脸都要贴在了他的脖颈处，那副猥琐的模样看得我想吐。林雨桐跟我分手就是为了嫁给这样的男人。他脸色刷得白了下去，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眼神慌乱的闪躲，竟然和台下的我对视了。赵川，他呢喃出声，眸子里闪过一丝泪花，又转瞬不见，仿佛只是我的错觉。你来做什么？滚远一点，别在这儿捣乱。还没等我讲话，他就喊着会场的保安要把我赶出去，快把这臭屌丝弄出去，别让他的穷气熏了我的好日子。保安们一拥而上，铁钳般的大手死死扣住我的胳膊，拖着我就往外面走。周围人探究的目光像聚光灯一般齐刷刷地射过来，灼得我脸颊滚烫。那些目光里有鄙夷，有嫌恶，还有几分看好戏的意味。这傻子是谁啊？矮胖男人阻止了保安拖拽我的动作，皱着眉怒视着我。随即他像想起来什么似的，冷哼了一声，眼神瞟向林雨桐。他该不会就是你那个舔狗前男友吧？他语气不满，脸上的肥肉微微颤抖着。你还和他有联系？忘记我怎么说的了？林雨桐脸色越发的难看，他咬着嘴唇，拼命摇着头。我没联系他，是他自己来的。他的手讨好似的挽住了矮胖男人的手臂，声音软糯：你别生气，我这就让人把他赶走，好不好？这么重要的日子，别被无关的人搅和了，求求你啦！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心痛难当。相恋3年，我从没让他这样低三下四的讲过话。在我面前，他一直是被宠着、护着的公主，偶尔的小任性，我都觉得可爱至极。可如今，他却为了这么个其貌不扬、粗俗不堪的男人，姿态低到了尘埃里。就因为这个男人有钱，原来金钱对他来说居然这么重要。怪我自己又傻又天真，以为2个人相爱只要有真心就够了。我挣脱开保安抓住我的手臂，
一步步走向林雨桐。你为了钱，就甘心把自己嫁给这样猥琐的一个男人？他身旁的矮胖男人不干了，横眉竖目地跨到我俩中间，肥厚的手掌用力推搡我。给你脸了，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吧？识趣点赶紧滚，别在这儿撒野！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抬抬手指就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这儿还没人敢得罪我。他那口臭混合着酒气的气息扑面而来，熏得我一阵反胃。我纹丝未动，只是死死盯着林雨桐，眼神里满是质问与痛心。你如果需要钱，我可以给你。你为什么？林雨桐眼睛一眨，飞快地打断了我的话。赵川，你别做梦了，你能有多少钱？你那点积蓄能支撑起我想要的生活吗？啊，对，你会说你可以赚，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不想再等了，我已经老了，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庸庸碌碌，跟着你守着那点可怜的希望，最后熬成黄脸婆，还一无所有。他的声音尖锐，撕碎了我最后的幻想。那你爱过我没有？我哑着嗓子，不死心的又追问了一句。他嘲讽地勾起嘴角，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没想过有以后，是你太天真了，你不知道吧？给你补偿的车和钱，都只是我未婚夫给我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那些就足够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奋斗个10年了。别闹了，赵川，拿着那些钱，咱们好聚好散，别把场面弄得太难看。我僵立在原地，耳边像是有一阵呼啸而过的寒风，把过往的甜蜜回忆吹得七零八落，自嘲地勾起嘴角。原来我以为真心相待的感情，一开始就是他玩玩而已。既然这样，那便算了吧。本来今天来，我也只是不甘心地想要个答案，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才突然和我分手的。如今看来，倒是我自己一厢情愿了。我苦笑了一声，从衣兜里掏出奔驰的车钥匙，丢给了他。系统的提示音同时响了起来，支付宝到账20W 元。望着他诧异的眼眸，我神色平静。我不需要你所谓的补偿，我说过，我不缺钱。深吸一口气，我拿出我曾经送给他的平安符。分手之后，他把所有我送给他的礼物都打包给我寄了过来。去年他出车祸昏迷，我不眠不休地照顾了他3个日夜，之后特意跑去深山古刹求来这枚平安符，满心期盼他能护他余生顺遂。原本是我真挚的感情，现在反倒映衬得我像个笑话。当着众人的面，我用打火机点燃了它。林雨桐下意识地往前挪了一步，想阻拦我，但火苗迅速地吞噬着平安符，曾经承载的爱意与祈愿都化作一缕青烟，彻底消失不见。祝你幸福，留下这句话，我转身就走。突然一声尖叫从耳畔传来，我回头的瞬间，只看见矮胖男人猛地冲到我的身后，照着我的膝盖窝狠狠踹了一脚。我猝不及防，膝盖一软，整个人朝前扑了出去，手掌在地上蹭出几道血痕。试图起身时，脚踝处又传来一阵剧痛，男人肥硕的身躯踩在了上面。他稍稍用力捻了捻，一阵钻心的疼瞬间传遍全身。我闷哼一声，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矮胖男人阴森森地笑着：“你以为你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把老子放在哪里？瞪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你今天招惹的是谁！”林雨桐拉着他的胳膊，鄙夷地瞥了我一眼：“汪明，算了。大喜的日子犯不上跟这种傻子置气。”我微微一怔，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记忆里搜寻了片刻，才想起来他是我们学校的名誉校董之一，也算是京城商圈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以前只是听说过，但从未见过。
毕竟他的阶层想融入我的圈子还不够格。没想到长得竟然这么不堪入目。汪明松开脚，转身甩开林雨桐的手，怀疑地扫了他2眼。你这是在关心他吗？这小子摆明了来砸场子，我能轻饶了他？更何况老子不过就是小小的惩罚他一下，你激动什么？林雨桐嫌恶地翻了个白眼，语气不屑。关心他？我吃饱了撑的才关心他。你看看他灰头土脸的，整个一没出息的穷酸货，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就跑来闹事。一个开破面包车的，他也配？我往林雨桐的方向看了一眼，心痛的都要麻木了。原来一直以来他就是这么看我的，可惜他并不知道，他口中所谓的破面包车其实是上百万的阿尔法。我怎么可能还担心他啊？我是怕今天这么多人看着，闹大了有损你的声誉。毕竟你也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吗？林雨桐还在撒娇，跟汪明解释着。汪明盯了他好一会儿，才嘿嘿一笑。你放心，我做事自有分寸。他的肥手轻轻拍了拍林雨桐的脸蛋，他的身子僵在原地，动都不敢动。我的心里闪过一丝疑惑，他这副样子更像是被迫要嫁给汪明一样，难道这里有什么隐情吗？来不及等我细想，汪明不怀好意地看了我一眼，拿过麦克风清了清嗓子：各位，今日是我和林雨桐的大喜日子，本不想被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扰了兴致，不过呢，有些人啊，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非要来捣乱，破坏了我特意准备的仪式。为了给雨桐最好的，这场仪式一共花了我300W，结果呢，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搅了局。你们说，这钱是不是该他赔给我？但是我汪明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小伙子血气方刚，年轻气盛，我也能理解。只要他今天能当众给我磕个头，道个歉，并且喊我一声爸爸，这钱我就不用他赔了。周围人群先是一愣，随后几个讨好汪明的人立马鼓掌叫好。汪总大气啊，这都能既往不咎，换别人哪有这度量？就是，这小子不懂事，搅了汪总的好事，汪总还肯给他机会，够仁义的了。快磕头道歉啊，别不识好歹。300W，这小子怕一辈子都赔不起吧？真是便宜他了。我看他就是不自量力，妄想和汪总争女人。瞧瞧这一身寒酸样，哪里配？我用力地往地上唾了一口。你做梦！汪明脸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眼神阴狠地瞥了一眼我身后的保安，下一秒，那群保安如饿虎扑食般将我死死摁住。他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冰冷的刀刃抵在我脸颊。他语气森森：小子，活腻了直说，我现在弄死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我的脚踝处还火辣辣的疼着，但我依然冷冷地望着他。汪明，你现在这么猖狂，希望你一会还能笑得出来。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好玩的笑话，笑得前俯后仰，肥厚的肚皮跟着剧烈抖动。就凭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撂狠话？他低着头凑近我，眼神凶狠。本来我不想把事情做绝，既然你如此不知死活，那就别怪我了。我刚要张口说些什么，宴会厅的大门突然砰的一声被撞开，一群人疾步走了进来。为首的一人身姿挺拔，双眸锐利如鹰，自带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我的嘴角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他可终于来了。周围人的目光都在进来的男人身上。不知道谁小声地嘀咕了一句：这不是京城最神秘的安保公司的老总陈瑞吗？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还是汪总有面子。
能请得动这样的大佬？汪明脸上的笑意愈发藏不住，肥硕的脸颊都快涨红了。他给了一个眼神，示意保安先松开我，然后满脸谄媚地迎了上去。哎呀，陈总，真是稀客啊！您能来，我这订婚宴可算是蓬荜生辉。说着，他伸出手，想和陈瑞握手，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他的手还微微颤抖着。陈瑞只是淡淡瞥了一眼他伸过来的手，并没有回应握手的动作，径直从汪明身旁走过，来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深邃的眸子里跳动着愤怒的火焰。汪明的手尴尬地悬在半空，见陈瑞走向我，他不怀好意地笑着：“陈总，这小子不懂规矩，硬闯进来搅我这大喜的日子。我刚打算给他点教训呢，我这就差人给他丢外面河里去，让他清醒清醒，别打扰了您老的雅兴。他。”汪明的话还没有讲完，清脆的巴掌声回荡在宴会厅里。他捂着迅速肿成猪头的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陈瑞：“陈总，您这是什么意思？”陈瑞甩了甩微微发麻的手，眼神中的厌恶不加掩饰：“你以为我是来参加你所谓的婚礼的？就你这头猪也配？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嫌自己命太长了。”他转身冲着我鞠躬行礼：“对不起，少爷，我来晚了。”我冷笑着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服，似笑非笑地望着汪明：“陈叔，你再不来，我一会儿怕是要被人弄死了。”突如其来的反转让宴会厅瞬间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目光在我和陈瑞之间来回游移，心里不断地揣测我的身份。林雨桐不知所措地望着我，惊诧地瞪大了双眼：“少爷，他不就是一个穷屌丝吗？怎么会？”汪明额头上的青筋暴突，仍指着我不死心地叫嚷着：“陈总，你是不是搞错了？就他哪有半分富家少爷的样子？我在京城混了这么久，还能看走眼？”陈瑞眼神冷厉如刀，猛地转头看向他，呵斥道：“汪明，你聒噪的够了！你这种地位也配质疑我？你知道我家少爷姓什么吗？”顶着所有人不可置信的目光，我环顾四周，微微一笑：“我姓赵，京城赵家的赵。”周围瞬间响起此起彼伏的吸气声。在这京城地界，赵家的名号犹如雷霆贯耳，家族底蕴深厚，产业横跨数不清的领域，政商两界皆人脉通达，是跺跺脚便能让京城抖三抖的存在。天啊，怪不得陈总对他这么恭敬，原来是赵家的小少爷。这汪明算是踢到铁板了。汪明真是瞎了眼，招惹谁不好，竟敢招惹赵家的人。这赵家小少爷也是够低调的，穿着打扮看起来很普通啊。看着众人震惊的眼神，我无奈地叹了口气。从小到大，我确实一直生活得很低调，但那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差点被人绑架撕票了。为了安全起见，家里人一直要求我隐匿身份，平日里就过着普通人的生活。陈叔的安保公司就是家里特地为我组建的，这些年他们暗中护着我，顺带着也接一些明星政要的安保工作。没想到低调反倒成了别人欺压我的理由。这林雨桐是不是有病啊？放着帅气的赵家少爷不要，去跟那个肥头大耳的汪明结婚，真是捡了芝麻丢西瓜。贪图汪明的前辈，为了点钱抛弃自己爱人的事情还少见吗？现在知道真相了，肠子都要悔青了吧？又蠢又贪心，汪明那种人能是什么好东西？空有几个臭钱罢了，眼界太窄。听着周围人的奚落声，林雨桐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偷偷瞥向我，
目光里满是小心翼翼与讨好。我揉了揉眉心，心中烦闷更甚。曾经满心满眼都是他，那些偷偷攒钱给他买小礼物，熬夜陪他赶作业的日子，仿佛还在昨天，如今却被现实搅得支离破碎。我说过我不缺钱，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他听到我的质问，身子猛地一震，像是被这话烫到了一般，嘴唇嗫如着，想要解释什么。我挥了挥手，算了，我不想听你的解释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吧。我把目光转向瘫倒在地的汪明，迎着他惊恐的目光，似笑非笑。汪总，刚才好大的威风啊！汪明瞪大了眼睛，肥厚的嘴唇哆哆嗦嗦，口水混着冷汗从嘴角淌下。赵少爷，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这一回吧。我好整以暇地望着汪明，抖得像筛糠似的，不慌不忙地说道：“你不是要我给你磕头叫你爸爸，不然就弄死我吗？怎么，这才多大一会儿功夫，威风都去哪儿了？刚刚还在这宴会厅里吆五喝六，把我踩在脚下，肆意羞辱，现在怎么成这副孬种的样子了？”汪明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憋出几声干嚎。刚刚那些混话，全当我放的屁，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是个糊涂的，被猪油蒙了心，才犯下这等蠢事。你饶我一命吧！他试图伸手来拽我的裤脚，被我一脚踢开，整个人又扑倒在地，狼狈不堪。我俯下身子，语气温和，却直接让汪明吓尿了裤子。法治社会了，我怎么会要你的命呢？不过就是废了你一条腿罢了。刺鼻的臊味瞬间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汪明不顾地上的污秽，拼命地给我磕头，咚咚的声音响彻整个宴会厅。赵少爷，我错了，您饶了我吧，我都是被林雨桐这个贱人忽悠了啊，不然我怎么敢和您作对啊！啊！他还在求饶的声音猛地变成了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叫。陈瑞飞起一脚，精准又狠辣地踢向汪明的小腿。汪明的腿以一种怪异的角度弯折过去，剧痛让他脸上的五官瞬间扭曲。他抱着腿在地上不停打滚，哀嚎着。我面无表情地听着他杀猪似的惨叫，冲着陈瑞挥了挥手，转身离开了宴会厅。赵川还没走到大门口，林雨桐突然叫住了我。我下意识地回头，只见他哭得泪水连连。我知道我伤害了你，但能不能看在以往的情谊份上，帮帮我？我真的没办法了。我皱着眉头瞥了一眼瘫倒在地跟死猪一样的汪明，挑了挑眉。我们之间还有什么情谊吗？林雨桐咬着嘴唇，上面都快要噙出血来。他沉默了半晌，眼看我的耐心即将耗尽，准备转身走人的时候，他猛地冲着我跪了下来。我眼疾手快扶住了他。你这是做什么？有什么你就直接说。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赵川，我是有苦衷的啊。他这话如一旦激起千层浪，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刚才他抗拒汪明的身体接触的画面在我脑海中闪过，或许这里面真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隐情。林雨桐用袖口抹了抹眼泪，抽噎着开口：“我的家庭你也知道，我爸爸之前一直在汪明的工地做个小包工头，本来勤勤恳恳，想着多挣点钱，让家里日子好过些。谁知道工地出了意外事故，死了几个工人。汪明不想担责任，就把这事儿一股脑全推到我爸头上，还伪造了一堆证据，害我爸成了替罪羊。”他闭了闭眼睛，神色痛苦，仿佛在回忆什么不堪回首的画面。我爸被抓进去后，家里的积蓄都拿去打官司赔偿，可还是不够，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妈和我没办法，去他公司想要个说法，
他却派人把我妈打了一顿，抓走了。他说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让我好好掂量掂量，要是不乖乖听他的，我妈就别想完好无损的出来。林雨桐说着，又忍不住呜咽起来，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后来汪明找到我，说只要我答应嫁给他，他就出面把我爸捞出来，还帮着还清所有债务。而且他还拿你威胁我，说要是我不依从，以他的手段能让你在这京城消失得无声无息。我知道他心狠手辣，真怕他对你不利，所以才铁了心疏远你。每次对你说出那些绝情的话，我心里都像刀割一样。我不喜欢他，每每和他待在一起，我都觉得无比的恶心。他捂住脸，哭声从指缝间溢出，身体也因剧烈的抽泣而轻轻颤抖。我叹了口气，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对他来讲，选择嫁给汪明确实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我的家庭条件他并不知情，而我也确实沉溺在和他恋爱的甜蜜里，并没有注意到他家里发生的变故。说来也是我做男友的失职，身边的他扛着这么大的压力，而我只忙着毕业的事情，丝毫没有察觉。我拍拍他的手，柔声安慰着：没事了，没事了，别哭了，我帮你。他欺负了你没？林雨桐摇摇头，眼眶红肿。没。每次他想动手动脚，我都拼了命反抗。我告诉他，什么时候放了我父母，我什么时候才会从了他。但我想过了，等我父母出来确保安全之后，我就自杀，绝对不会把自己后半辈子搭进这滩烂泥里。我心里猛地一揪，双手不自觉地用力抓住他的肩膀。如果今天我没有来婚礼现场想要个答案的话，可能我就会永远的失去他了。地上的汪明狼狈不堪地想跟我求饶，但断腿剧烈的疼痛让他只能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音节。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汪明，你慢慢等着，你犯下的那些恶事，一桩桩，一件件，我都会慢慢和你清算的。如果我真的只是个普通的刚毕业的男大学生，今天我不仅会失去我的爱人，还会被汪明那混蛋肆意羞辱，甚至搞不好会莫名其妙的意外死亡。看他之前耀武扬威的样子，这样的事情他背后不知道做了多少件，在这城市的暗处不知藏着多少像林雨桐一家这般被他威逼胁迫的可怜人。为了至亲，为了生存，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而他呢，仗着家世和人脉，肆意践踏别人的尊严与底线，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取乐的资本。他也该尝尝自己种下的恶果了。我目光冰冷，扫过几个刚刚还在婚礼现场上为汪明帮腔造势的人，他们此刻个个噤若寒蝉，肉眼可见的慌张与畏惧。今天的事情，我不希望在外面听到任何风言风语。要是谁管不住自己的嘴，把不该传的传出去，我保证你们会比汪明还要惨。那些平日里习惯了仗势欺人的家伙，现在连头都不敢抬，只能一个劲儿的点头应和。我轻哼一声，揽着林雨桐转身离开。没过一会，陈瑞在我耳边低语几句，我点点头，拉着林雨桐的手，伯父伯母都接出来了，我先送你回家，他们身体没大碍，就是受了些惊吓，回家看到你，心里也能踏实点儿。车上，林雨桐紧紧挽着我的胳膊，他的手还有些微微颤抖。赵川，我不是做梦吧？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眼中满是劫后余生的恍惚与不敢置信。我以为自己一辈子就这样结束了。相恋多年，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无助的样子。我伸手缚住他的手，心疼地捏了捏。不是梦，是真的。你这段时间太累了，神经一直紧绷着，
现在可以松口气了，都结束了。他扑在我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像是要把这段日子积攒的所有委屈、恐惧与绝望一股脑地宣泄出来。肩膀被他的泪水浸湿，我却纹丝不动，只是轻轻环住他，一下又一下地轻抚着他的后背，直到他哭累了，在我的怀里沉沉睡去。不超过1周，汪明的犯罪证据就被陈瑞一点一点搜罗齐全。他平日里作恶多端，仗着家事遮遮掩掩，以为能瞒天过海，可真被盯上细查，那些脏事就像见了光的蟑螂，再也藏不住。从非法拘禁林雨桐家人，到商业上的恶意欺诈、偷税漏税，桩桩件件触目惊心。我把这些证据整理成厚厚的一沓，看着封面上那密密麻麻记录的恶行，心里一阵畅快。当初他在婚礼现场耀武扬威的嘴脸还历历在目，如今风水轮流转，也该是他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了。我打算挑个合适的时机，把这些铁证送到警局，让法律好好惩治这个为非作歹的败类。却没想到汪明居然打着我和鱼死网破的主意。刚出家门，一辆黑色的面包车便如鬼魅般从街角猛地窜出，直直冲着我冲了过来。车速快得惊人，带起一阵狂风，我甚至来不及做出太多反应，本能地往侧边闪躲，身子刚扑出去，就听见嘎吱一声急刹，车轮在地面上擦出一道刺目的黑印。我还没从地上爬起来，面包车的车门哗啦一声被拉开，几个凶神恶煞、闻着花臂的壮汉跳了下来。他们二话不说，朝着我围拢过来，眼神里透着狠辣与决绝。可还没等他们靠近我，几个黑衣人如神兵天将，迅速地包围了他们。3下5除2的功夫，方才还凶神恶煞的壮汉们就被按倒在地，动弹不得，只能徒劳地挣扎、咒骂：“放开老子！你们知道我们是谁的人吗？敢动我们，有你们好受的！”其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脖子上青筋暴突，拼命扭动着身子。黑衣人首领走上前，一脚踢在他脸上，力度不大，却足够让他闭了嘴。管你是谁的人，在这儿动我们要护的，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我从地上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慢条斯理地开口：“汪明给了你们多少钱，让你们做这种死刑的勾当？”几人面面相觑，眼里闪过一丝慌乱，嘴上却还硬撑着：“少在这儿吓唬人，我们不过是来给你点教训，哪就死刑了？”我冷笑一声，蹲下身子，直视着他的眼睛：“无知、绑架、蓄意谋杀，哪条罪名拎出来，都够你们把牢底坐穿。现在把汪明指使你们的事1五1十地跟我交代清楚，说不定还能从轻发落。不然……”我顿了顿，眼神陡然锐利，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让你们进监狱都是便宜你们了。我有的是手段，能让你们悄无声息地消失。你们想试试吗？1小时后，城郊的废弃工厂，汪明被五花大绑，扔在满是灰尘的地上。昔日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被消磨殆尽，如今只剩狼狈与惶恐。他头发凌乱，衣服也扯破了几处，嘴里塞着块破布，只能发出含混不清的呜呜声，双眼瞪大，惊恐地看着周围。我踱步到他身前，慢悠悠地扯出他嘴里的布团：“又见面了啊，汪总。”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拼命扭动着肥胖的身躯挣扎。“赵川，你敢动我，我也算是京城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要动了我，明天就会上新闻。”汪明声嘶力竭地吼着，脖子上青筋暴突，脸涨得通红，可被绳索紧紧束缚着。他那点挣扎不过是徒劳，只能在原地像条濒死的鱼般扑腾。
我轻笑一声，不紧不慢地从兜里掏出烟，点上，深吸一口，缓缓吐出几个烟圈，任由烟雾在他面前缭绕。都这时候了，还不忘放狠话呢？你也不看看自己现在什么处境，还指望着吓唬住我？我微微俯身，目光冷厉又嘲讽地盯着他。他被我看得心里发毛。你这是绑架，是违法犯罪。我只要能出去，第一件事就是把你送进局子。我弹了弹烟灰，直起身来，围着他踱步。违法犯罪，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可真有意思。比起你那些非法拘禁林雨桐家人、商业欺诈、偷税漏税的勾当，我这顶多算小巫见大巫。哦，对了，还有你刚刚派人开车撞我的事，蓄意谋杀未遂，这罪名怎么样？汪明听闻，眼神瞬间慌乱起来，额头上沁出密密麻麻的汗珠。他张了张嘴，似乎还想狡辩，我却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你放心，汪总，我不会弄死你的，没有让你身败名裂，把牢底坐穿，这场戏怎么能算完呢？不过嘛，皮肉之苦你是少不了的。只一个眼神，旁边的黑衣保镖就一拳打在了他的肚子上。汪明闷哼一声，整个人像虾米一样蜷缩起来，脸上的肥肉都跟着抖了几抖。汪明疼得眼眶泛红，泪水、汗水呼了一脸。他终于彻底没了先前的嚣张气焰，开始声嘶力竭地求饶：赵川，求求你别打了，我认罪。我神色冷峻，仿若未闻，冲黑衣保镖微微颔首，示意他继续。保镖得了令，拳脚雨点般落下，每一下都精准地招呼在汪明身上。汪明的惨叫回荡在空旷的废弃工厂里，起初还能听清楚他喊些求饶的话语，到后来声音渐渐弱下去，只剩痛苦的呜咽。眼见他被打得进气少，出气多，瘫在地上，只剩微弱的抽搐，我才抬手制止。此时的汪明鼻青脸肿，衣服破破烂烂，混合着血水与尘土粘在身上。平日里那不可一世的富家公子哥模样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拖上车，送去警察局。我语气平淡的，像是在处理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黑衣保镖们利落架起汪明，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拽出工厂，塞进车里，扬长而去。汪氏集团总裁违法犯罪的新闻在热搜榜上挂了足足1个星期，没过多久，集团就彻底宣告破产。等事情都尘埃落定，我又恢复了以前低调的生活。1年之后，我和林雨桐结了婚，但并没有举办盛大的婚礼，只是邀请了几位至亲挚友，在一座海边的小教堂里完成了这场简单又庄重的仪式。交换戒指时，我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为这来之不易的一刻，也为身旁终于能毫无阴霾展露笑颜的他。牧师念完祝词，挚友们的掌声与欢呼声响起，我轻轻将林雨桐拥入怀中，像拥住了全世界。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